The craft that have been recovered are not reserved. They're not made by human hands. They are not of this planet. They are not who they are. 为什么2025年5月的这场听证会瞬间让全人类从万物之灵的高度掉到了地球动物园里面比较聪明的猴子的等级？你好，我是怪天怪地怪制度的 Free Hood， 今天就来带大家快速的抓一下这场 UAP 听证会的重点，以及探讨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觉得去年川普高喊着即将公开外星人档案只是在煽动选民的骗票行为，那么今年5月的这一场已经公开号称是新歌百年运动的听证会告诉了我们，全世界都因为关税战与供应链问题皮皮唰的时候 ，kissing my ass， 就没有人有空在乎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事实，也就是我们的文明已经被一群不受民选、不被监督的私人承包商加军工复合体锁在黑盒子里面，落后了100年啊！当真相被拿来做成了政治的战术烟雾弹，重点就不再是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子，而是谁有权把真相的解释权当成商品去分配利润。如果有虫虫或蜥蜴恐惧症的地球朋友，先不要害怕，因为这个虫虫跟蜥蜴不是地球上的虫虫跟蜥蜴，它们只是长得像而已。这是某种种族歧视吗？建议你们先不要用外表来评论这些外星人，尊重身份。Don't care。先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美国国会的 UAP 公开听证会全明星阵容好了。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Lou Elizondo， 他已经主持过多场的外星听证会，再加上这4位倡导美国政府应该丢出真相的国会议员，他们找来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这群专家被分成3组：国家安全组、科技顾问组，以及最后出场的是本次听证会的核心专家小组，而这一位 Dr. Eric Davis 就是今天的主角。My background is in advanced deep space and interstellar spaceflight, mostly vascular light propulsion for use in 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 quantum field theory, as well as advanced nuclear propulsion, nuclear fission, and nuclear fusion. And lead Garrison propulsion, which I worked on 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the Air Force Research Lab in Low Space. And I began my work in Space Physics and Astrophysic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iscovery Science.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聊 Dr. Eric Davis 呢？因为今年5月的这一场听证会，不只是爆出更多的 UAP 确实存在，他还揭露了他所参加的遗产计划，甚至比曼哈顿计划或者是现代核武工业更为隐蔽。这项计划呢，大概从1930年代开始持续运作，并以各种代号进行，大约每3年会更换一次代号，至今仍持续运作。而 Dr. Eric 身为地球的顶尖应用物理学专家，在遗产计划里面的工作，居然大部分都是在做资源回收。不要瞎掰好吗？但是捡外星破烂不是让他觉得最头痛的，而是俄罗斯跟中国也跟着他们一起在抢着收这些外星破烂。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外星破烂。Dr. Eric 除了在听证会抱怨同业竞争压力相当大之外，还不断抱怨他的同事缺乏理解这些 UAP 的能力。他提到，这些被回收的 UAP 材料来自元素周期表之中，这代表这些东西在地球上都找得到，只是它们组合方式异常，而且结构的建造方式也非常独特。他说，这些 UAP 之所以可以做到接近光速且可以跨介质的高速移动，关键在于负能量与曲速引擎。You have a thin shell of energy, and the type of energy would have to be negative energy density, and i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ype of energy density that you can create in quantum vacuum. And examples of that are the Casimir cavity that has a little vacuum region that's bound by the 2 plates of the cavity. There's also squeeze states light. 至于他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也听不懂，我是个笨蛋啊。总之，这些外星文明很显然的已经掌握了将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统整的方法，才有办法做出曲速引擎。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现代物理学的圣杯啊，让人类的文明在往上一级前进的关键。听到这里，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既然是这么重要的发现，为什么美国不派更多的科学家投入更多的资源进到这个计划呢？这就要说到艾森豪总统在职期间设立的总统紧急行动指令。这项指令让这些外星资源回收不必受到国会的监督，也不受资讯自由法的约束，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这些政府部门和 CIA 会设立一些空壳公司，然后再将这些独家来源合约授予给这些空壳公司，然后再从这些空壳公司把资金转给特定的私有国防工业公司。不知道台湾人是不是听了觉得有点耳熟啊？外行插手专业这种事情可不是只有在台湾才会发生。当全台湾人都在吵着核电厂到底要不要关门，这些 UAP 飞1秒耗掉的能量居然是美国总发电量的好几百倍。Dr. Eric 的同事可能都是军武专家，但是量子力学这种东西，就算你找遍全地球，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搞懂了量子力学，更何况他们还非专业人士。正是因为这种高度机密与内部的封闭环境，阻碍了新人才、新想法、新理论的应用，大大的阻碍了他们的研究进度，同时还增加了更严峻的技术挑战。所以说，人类因为这群自私的 motherfucker 文明停滞了100年，绝对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说白了，这些人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们当人啊！你手上的 iPhone 跟猪圈里面的冷气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提高产能而恩赐给这些低端生产者的科技。要不是俄罗斯跟中国也在跟他们抢着干资源回收的话，他们才不会急着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个消息呢。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人懂量子力学跟广义相对论的整合方法的话，记得寄信给 Dr. Eric， 因为他们正在缺人。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政府都很有钱啊。你看，像 NASA 他们每年都要花好几十亿弄一大堆天文台盯着外太空要找 alien， 把什么詹姆士韦伯啊、黄金唱片啊、人类的 DNA 啊，全部都给它射上去。结果从头到尾最值钱的 alien 却就被锁在军火贩子的仓库里面。所以那些掌握知识权杖的人，到底是在贩卖知识，还是滥用权力？因为我是笨蛋，所以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 Discovery， 从小就特别崇拜各种天体物理学家，一直以为知识就是抵御谎言的盾牌。但所谓的知识，有没有可能也是别人用来操纵认知的武器呢？科学和信仰会不会都是为了提供群体由少数人所编织的幻觉而存在？2,000 billion galaxies. There aren't any other worlds where this happened. We've seen no evidence of any civilizations out there beyond Earth, and that's a surprise. It's the only place where meaning exists, potentially, in a galaxy of 400 billion suns. It's the only place where anything thinks, right, for millions of light years in every direction. Well, suddenly, therefore, you end up considering this planet as being the most valuable place in the local universe. It looks like there isn't anything else other than slime. We haven't even discovered slime, by the way, yet. We're still in the position where we've not seen anything. Not even a single cell on Mars or, the moons of Jupiter or somewhere like that. So at the moment, we are alone. 这个时候最可怕的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外星人存在或不存在的叠加状态。又或者更准确的说，我们活在一个其中一个人在说谎，或者全部的人都在说谎的平行宇宙，就像当时的艾森豪总统指着天空说那个不是外星人一样。你可能会很好奇，艾森豪总统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可以骗人吗？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先换个角度思考，艾森豪总统为什么可以一边见证耶和华，一边见证外星人？你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言归正传，如果外星人见证人这条世界线才是现实的话，我们的主流科学界要不就是被骗了，要不就是参与了知识殖民的共谋，联合起来骗我们。Why is this so? Well, the reason is partially due to overclassification and a deliberate, decades-long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美国国防部与 CIA 进行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蓄意假讯息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知作战，目的就是要弄臭这些计划外的外星人见证者，还有让这些所有对 UAP 有兴趣的专家望而却步。如果你不却步的话，我就用民主铁拳让你却步。透过认知作战的方法，让 UAP 变成了行业经济。所以下次在看新闻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他们全部都在造谣抹黑，那个才不是什么气象气球，那就是幽浮。而川普这边一直以来，只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他什么话都可以说，而且还什么都干得出来。
但老实说，到目前为止，听证会的内容大多都是由 Alessandro 和 Eric 博士及其团队多年推动揭秘运动的成果。对 UAP 迷来说，这些应该都是冷饭热炒的旧资讯了吧？办个听证会就是帮这些就很闲的事件盖个川普認證的印章。但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 ？Within 5 degrees or so, and that is a coincidence that has a chance of 0.2%. 哈佛专家怀疑这个神秘天体可能是来自外星的探测器，还为此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这个天体是外星科技吗？”因为外星人要来了吗？哦，不对，他们好像早就来了，而且还有10万大军包围我们呢。为什么要特别点名中国和俄罗斯呢？他们在搞什么外星军备竞赛吗？但如果外星人只是川普用来制造政治烟雾弹的这条世界线才是真实的呢？那这一切就非常有趣了，因为他成功的利用 UFO 的议题，让支持他的群众或者是不支持他的群众对真相的认知产生矛盾、模糊感与各种阴谋论，让群众的认知处在什么都有可能跟什么都不能信的叠加态混乱中大乱斗。而正当大家争论不休，被硬控在原地打转的时候，只剩下握有权力的人能够定义真相，收割一切。这就是现代主权的终极表现，控制现实的叙事权力。所以以后我们在看 Discovery 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一集又想让你相信什么？我们的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资讯殖民的时代，但是我们连殖民者是什么品种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宇宙的真相能够锁在黑箱里面100年，电视上的新闻又会延迟几年呢？看到这里的观众，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对外全面公开外星科技的话，你们觉得是福还是祸呢？你们更怕外星人还是隐藏外星人的政府？当我们掌握这些外星科技之后，人类的文明会走向星舰奇航，还是银翼杀手？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抽象思考，废话输出，这里是抽查委员会，我是肥户，我们下次见。